重生回1970年牛棚着火时，我一把抱起养女冲出火海，头也没回，身后亲闺女在火里凄厉尖叫：“妈！救我！上辈子我选了这生，妈，为她赔上健康，倾家荡产供她读书。可她却在考上大学后，一脚踹开积劳成疾的我，亲昵地挽着丈夫和她的青梅的手，在我病床前冷笑：蠢货，这才是我亲生爹妈，赶紧签离婚协议，要死远点！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，亲生女儿在你眼皮下活活烧死，我活活气死。再睁眼，竟回到牛棚着火那天，火光吞没她最后一句话。我抱紧怀里发抖的养女，轻轻捂住了她的耳朵：乖，别看，妈妈在。重生后第一件事，我搜遍全屋，扔光了赫娜的炮，又用作散活赚来的零钱买了糖，准备将女儿从牛棚接出来。刚迈出门，就见我丈夫贺强将7岁的赫娜扛在肩上，笑呵呵地陪她玩举高高。见我拿着吃的，贺强眉头一皱：娜娜喜欢吃进口奶糖和巧克力，你买这么一点破麦芽糖是打发叫花子呢？听见这糖是给女儿的事，她脸色更难看了。那臭丫头哪配吃这么好的东西？沈江江，你知不知道我平时赚钱养家有多辛苦？有着闲钱不如给娜娜多买点肉，纯浪费钱。说着，她一把夺过糖就往赫娜嘴里塞，可赫娜吃惯了好东西，根本看不上麦芽糖，扭头就往地上吐。我冷眼瞪着他们父女俩，多可笑啊！这就是我花了一辈子去爱的家人。当初林岩生孩子时，偷偷换来了1岁的赫娜，我自然不知孩子刚出生是什么样的。他说是这样，我便没多想。他狠心把我们亲生的女儿扔在野外，要不是我听见哭声找过去，以为是弃婴，硬要把女儿收养回来，恐怕她早就没了。贺强又说那个女人身体不好，把照顾孩子的活扔到我头上，逼我待在家里，把我爸留给我的供销社工作让给了他的青梅林岩。后来却嫌我对家里没贡献，1分钱都不给我用，家里的钱要给闺女买进口糖，给贺强买进口衬衫，给林岩送礼物买首饰。可我和女儿多盛一勺饭，他们都要骂我自私浪费。贺强还以家里没钱为由，将女儿赶到狭小破烂的牛棚住。7岁的女儿全身都是冻疮和虫咬的疤，别说麦芽糖了，平时连饭都吃不饱，瘦得连肋骨都出来了，却还自告奋勇帮我干活洗衣服。我看得心疼，可上辈子觉得是我一意孤行收养了她，我自己又只能赚些零钱，没资格跟贺强犟。如今我直接夺回麦芽糖，转身就往牛棚走。我已经决定要把然然接回屋里住了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不光如此，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照顾我的女儿，再也不伺候贺强和他的狐狸精孽种了。可没走2步，背后赫娜突然扯着嗓子干嚎出声：坏女人，我的炮呢？你把我的炮弄哪去了？坏女人，我辛苦照顾她7年，累得后腰现在还有劳损，到她嘴里竟然只剩下一句坏女人。而贺强不教育女儿也就罢了，竟还朝我不耐烦地翻个白眼，骂道：没用的东西，就知道惹闺女哭。我死盯着他们父女，气得手都在抖。突然传来女人温柔的声音：娜娜怎么哭了？来，让阿姨看看。赫娜瞬间破涕为笑，贺强也立刻缓和了面色，转头迎接来人。林岩今天又穿了新裙子，整个人看着漂亮又干净利索，不像我每天不是蹲在灶台前就是上山砍柴，衣服早被油烟熏得灰扑扑的，打了几层补丁都没钱换。听完来龙去脉，他责怪地看了那父女俩一眼。江姐只是没文化，脑子反应慢了点，不懂现在科技进步，炮也是很安全的，你们跟他多解释几遍就行了呀。说罢，他将手里的进口炮递给赫娜，我浑身一震，林岩就是在放屁，上辈子赫娜就是放这个炮才点燃了牛棚。我上前就要抢炮，赫娜却像护命根子似的将炮抱在怀里，还死命踢我打我，然后转头一把抱住林岩，没文化的疯婆子，赶紧滚远点！我要林阿姨当我野妈，不要你，又脏又臭的，真给我丢人！我苦涩的咬牙，是啊，我又脏又臭，没了供销社的工作，我天天围着灶台和地里打转，怎么能像林岩一样干净整洁呢？他的食指修长白净，我的手却因为常年干活种地变得粗糙黢黑。他有闲心喷香水，我却累得一身汗臭味。他每次来就知道带着赫娜玩，我却得给他们做饭洗衣，费力不讨好的监督赫娜学习。我也曾是10里8乡有名的水灵姑娘，却活活把自己熬成了粗糙的黄脸婆。可我的辛苦，他们谁都看不见。赫娜每天变着花样的骂我，每次我要教育她，林岩就温柔的笑着劝我别跟孩子计较。贺强只一个劲点头说孩子说的对，不难看出他那些骂人话都是跟谁学的了。看着他们一家3口恩爱和睦的恶心样子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你们父女都那么喜欢他，那我离婚，给他让位吧，省得辛苦把赫娜拉扯大。他却挽着亲妈，一口一个坏女人小三来骂我。闻言，林岩眼底闪过几分得意，可在听见贺强斩钉截铁的拒绝时，他笑容僵住，瞬间眼含热泪道：强哥，你别怪江姐和娜娜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是有气，打我骂我都行，可害得你们离婚我心里真过意不去，实在不行我走就是了，你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说罢他作势转身，贺强满脸心疼，赶紧搂住他的腰安慰：妍妍你别伤心，她就一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我回头会好好教训她的。贺娜更是死抱着他的腿不放，阿姨不走，我不要臭烘烘没文化的黄脸婆当我妈，我就要你，要走也该她走。我冷眼看着他们对我百般嫌弃，为什么没一个人动脑子想想？难道我很想要他们吗？这时牛棚突然传出动静，我瞥下白眼狼，赶紧冲进去看我的女儿冉冉。小女儿今年7岁了，却因为营养不良
硬是矮了赫娜一个头。此刻他踮脚站在草垛上，着急地看外面，直到见我来，他才松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冲我笑了。江姨，您不用为了我跟强叔他们吵架，其实我在牛棚里挺舒服自在的。我眼底一酸，这牛棚走2步就到头了，连转身都费劲，还有鹌鹑蛋大的牛蚊子满天飞，怎么可能舒服呢？而我的女儿竟然就在这么个破地方度过了她短暂的一生。女儿慌忙来帮我擦眼泪，满脸担心着急道：“是不是强叔他们说的话让您伤心了？江姨才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呢，您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”她贴近闻了闻我，忽然傻兮兮的笑了。江姨一点都不臭。忽然傻兮兮的笑了，江姨一点都不臭，很好闻。最后半句话她说的很小声，可我还是听清了，像妈妈的味道。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，抱着女儿嚎啕大哭。那以后我就是你妈妈，然，以后不许喊我江姨了，叫我妈妈。这一次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女儿蜡黄的小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和受宠若惊。我一把抱起她，大步走出牛棚。贺强见了，瞬间瞪着眼睛拦住我：“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现在家里多紧张啊，把她带出来干啥？一个捡来的讨债鬼，难道比不上你亲生闺女吗？”女儿害怕的发抖，我急忙抱紧她，冷冷瞪回去：“是不是亲生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贺强心虚的哽了一下。这时邻居们听见动静过来看，他像有人撑腰似的，瞬间抬高声音：“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，不是我要闹，实在是他沈江太蠢，脑子拎不清。我家内呢，连自己的书房都还没有呢，他就急着要把捡来的讨债鬼抱回家养，还跟我闹离婚。他平时对闺女还没有林妍上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讨债鬼是他私生女呢。我为贺娜和贺强付出了多少，其实人人都看在眼里。可贺强是镇长候选人，林妍刚升上供销社副主任，没人愿意为了我得罪他俩，纷纷道：哎，林妍性子温和，强哥人还那么好，怎么偏偏娶了这么个泼妇啊？两个好人简直快被他欺负死了。要我说离婚就离呗。强哥和林妍虽说两家不和，但那是上一辈的事了，老人也不在了。这些年林妍对强哥和娜娜的照顾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干脆你俩过呗，总比跟着村妇过日子好。贺娜听了高兴的直鼓掌，林妍那得意的笑得快憋不住了，却还装模作样的摇头。大家快别这么说了，我从来不敢妄想强哥什么，要不是担心江姐照顾不好他和娜娜，我早就走了。邻居们都竖起大拇指，夸赞林妍大方懂事。我懒得看他们做戏，抱着女儿回屋。这些年我抠抠搜搜攒了些钱，还有些爸妈留的遗产，打算给女儿买几身新衣裳，再送她去上学。可我一掀开褥子，床铺底下藏的钱不翼而飞，就连我爸留下来的金怀表也都不见了。上辈子贺强还骗我说是搬家时弄丢了，我咬咬牙，瞬间猜到了是怎么回事，转身冲出屋大吼：贺娜，你是不是偷我东西了？屋外，贺强正忙着哄林妍，听见我的质问，林妍眼神闪了闪，悄悄紧了紧裙子口袋，我却一眼就看见了那一闪而过的金怀表，骤然攥住她的手，把怀表拽出来，果然跟我爸留给我的一模一样。林妍委屈的抹眼泪，你别随便冤枉人，这是我自己攒钱买的。邻居家孩子却突然大声喊道：这是贺娜送给林妍阿姨的呀，我看见她还送了好多东西呢。林妍阿姨就笑着带她去买炮，孩子被急忙捂嘴，可众人一听，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冷笑，没想到贺娜小年纪就知道偷我的东西孝顺她亲妈了。林妍和贺娜都满脸心虚，贺强心疼的出来护着，一把将我推开。林妍帮你那么多，一个怀表而已，反正你没气质，戴着也不好看，就送给她呗。呵呵，他林妍除了帮我吃饭，帮我花钱，干着我的好工作之外，还帮什么了？贺强说话不能太没良心。贺强自己理亏，脸上挂不住，看来看去竟找事到女儿身上。沈江，你脑子是被驴踢坏了是吧？为了个捡来的臭丫头和一点首饰，就在这儿不依不饶的为难家人。你要是再这么的理不饶人，咱俩就真离婚，你跟他一起去街边要饭的了。说着，他还作势扬起巴掌要打我。女儿被吓坏了，还以为是自己害我沦落到这个境地，急忙挡在我身前，跪下磕头道歉：强叔，您要是有气就打我吧，求您千万别跟江姨离婚。这时贺娜冲过来，觉得我们母女捅破她偷东西，让她丢了面子，直接抬脚就要踹我们。女儿为保护我，抬手挡了一把，明明是贺娜自己没站稳，摔得四仰八叉。她的亲爹妈却心疼的瞬间红了眼睛，直接扯过我女儿就是狠狠一巴掌。脆响落下时，女儿脸上浮起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贺强愣住了，眼底有一闪即逝的愧疚。我的怒火瞬间腾起，恨得使尽全身力气，甩了他们一人一耳光，抱起女儿就走。有一件早就该办的事，我终于去办了。回来时一身轻松，贺强催我去做饭，吼女儿洗衣服，贺娜让我给她收拾书包，我都只当没听见，哼着歌烧好热水，让女儿洗了个干干净净的澡。随后我快速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正打包呢，突然听见几声炮响，紧跟着就是贺娜的哭嚎声。我一个机灵，冲出屋一看，就见柴房起了大火，而我女儿和贺娜都被困在里头。女儿吓得瑟瑟发抖，却一言不发。贺娜嚎啕着冲我伸手：妈，救我！我脑子轰的一声，上辈子贺娜想吓唬女儿，故意追着她放炮，一路追进牛棚，才发生惨剧。这次我将牛棚锁好，禁止女儿靠近半步，没想到竟还是发生了和上辈子一模一样的事，两个孩子都被困在火海。贺强和林妍急得两眼通红，却没一个人敢进去，而是都看向我：江姐，娜娜还在里面呢，拜托你快救救她呀！这是什么话？她是奈娜的亲妈，这是她的义务，用得着拜托吗？亲妈不救闺女，难道还要救那个非亲非故的小野种？贺强一边说着，一边死命将我往火海里推。女儿大概也是这么想的。
见我冲进来，只是缩在角落默默流泪，而赫娜直接张开双臂要我抱，哭着还不忘对我骂骂咧咧：“蠢货，你动作快点啊，我都快热死了！”这一时，我毫不犹豫越过赫娜，抱起女儿就冲出火海，迎着贺强发怒喷火的眼睛，我挺直腰杆，大声道：“我只救我的女儿，里头是谁的孩子，谁自己救。”话落时，像上辈子一样，一根房梁落下，拦住了进出的路。赫娜的哭嚎声更加撕心裂肺了，而贺强和林岩急得团团转，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娜娜别怕，爸爸妈妈这就想办法救你。”帮忙灭火的邻居们听见这句话，都是一愣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请来的那位也听见了，他面色骤然一沉，开了口：“别发愣了，先救火，等人救出来，你们两个再好好跟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。”大家循声回头看去，表情更加意外了。贺强和林岩更是直接煞白了脸，愣在当场。玄联社主任竟然来了！直到火场里，赫娜又大声嚎了一嗓子，所有人才如梦初醒，急忙打水灭火。上辈子我前脚背着赫娜出来，后脚牛棚的梁也塌了，女儿被困在里面，我哭着到处找人求救，贺强却只顾着关心赫娜。几个邻居赶来帮忙，我也拼了命的挑水，却终究是杯水车薪。后来火终于灭了，牛棚却被整个烧没了。女儿被发现时，早已没有了呼吸，变成了一具焦黑的遗体，整个人蜷起来，竟然还不如一个草垛子大。我哭着跪在她面前道歉，林岩却笑嘻嘻说着风凉话：“江姐，你难过什么呀？还好娜娜没事，应该庆幸呀。”贺强看着女儿的遗体，本来也有些恍惚，听了这句话之后，瞬间回过神来，抱着赫娜点头道：“就是啊，然然待在咱家本来也是白吃粮食，而且这场火肯定就是他带来的，要不是他刺激娜娜怎么会追着他放炮，搞得牛棚都着了。当初就说不让你捡了都是祸害，现在好了吧？上辈子女儿的离开，只有我在意，这辈子我先救了女儿，轮到被困住的是赫娜时，待遇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”贺强哭得撕心裂肺，催大家快打水灭火。林岩直接拉来焦甜的大水管，3两下就轻巧地把火熄灭。狭小的柴房里传来赫娜嘹亮的哭声，贺强心疼坏了，急忙将她抱出来，她哭得都快抽了，张开双臂直喊我要妈妈。林岩心疼的眼睛都红了，可看看围成一圈的邻居们，又看看脸色铁青的玄联社主任，终究还是没敢上前。眼看闺女哭得越来越大声，贺强又不能喊林岩，只能冲我发火：“世上哪有你这么狠心的妈？就讨债鬼不就亲闺女也就算了，现在闺女喊你呢，别装听不见，还不快过来哄哄她。”闻言，大家伙也指责地看向我，我淡定摇头：“别乱说，我可不是赫娜的妈。”他亲妈就在那儿呢，让他哄去。贺强和林岩对视一眼，脸色一变，林岩又拿出他的绝招，眼含热泪的将屎盆子往我头上扣。江姐，我知道你觉得娜娜亲我不亲你，心里对我有怨恨，可你也不想想，你平时对那个养女那么好，对娜娜一点都不上心，她怎么可能亲你呢？要是你不开心的话，我可以申请工作调岗，以后都不出现在你面前的。贺强也跟着帮腔：“是啊，你不就是听见刚才那句话，觉得心里不高兴吗？可林岩是看着娜娜出生的，你这个当妈的平常又不管她，都是林岩在帮忙看着，他潜意识认为是娜娜的妈也正常。”我听得真是好笑。我不管赫娜，从她刚被抱回来起，我半夜都要爬起来给她喂饭哄睡，在背上绑了个小椅子，去哪都要背着她，弄得我现在后腰还经常痛。后来更是每天变着法的给她做好吃的，她要天上的星星我都恨不得摘下来给她，这能叫我不管她？而她林岩干什么了？连换尿布都不会，也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把她抱过来玩玩，也不管赫娜的学习，孩子考倒数第一她都不在意，到头来她却成了人人喜欢的那个，我反倒被他们父女俩嫌弃。众人听了他们的一唱一和，竟然还觉得有道理，又或许是想着讨好贺强和林岩，转头纷纷帮着他们指责我。这时林岩抹着眼泪道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江姐，你干嘛平白无故对那个养女那么好啊？该不会她是你的私生女吧？”这话一出，大家看我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，就连玄联社主任都询问地看向我。毕竟上午我可是带着女儿闯到他办公室，信誓旦旦说要举报贺强和林岩有私情，还有了赫娜这个孩子。众人质疑的眼神跟利剑似的扎过来，我看然就是沈江的私生女，不然她怎么那么宝贝一个养女？着火了不就自己亲生闺女，偏偏要舍命救一个养女？当初强哥和她结婚结得那么仓促，该不会就是他想找人接盘吧？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羞辱我，我倒是淡定，可女儿听不下去了，她挡在我面前拼命摇头，甚至给他们下跪磕头。江姨是好人，当初冰天雪地是她把我捡回来的，要不是她我就没了，求你们别欺负她了，我真的只是个孤儿，我也想有福分当江姨的女儿。听着女儿的话，我心都快碎了，一把将她拉起来，当着众人的面郑重道：“都别争了，然她确实是我亲生的女儿。”大家一愣，满脸骇然，女儿也不敢置信地回头看我。玄联社主任一下子就发了火：“沈江同志，是你举报贺强和林岩，硬要把我请过来的，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直视着贺强的眼睛，扬起声音，原本地将真相说了个清楚。说到最后，女儿的眼睛里都有了光彩，她不在意亲爸为了另一个孩子将自己遗弃，只是开心自己竟然真是我的女儿。女儿又哭又笑地扑进我怀里，一个劲地喊着妈妈，我也不自觉落下眼泪。在场其他人全都是满脸震惊。贺强白了脸，却还嘴硬道：“沈江，我跟你结婚8年，你怎么能这么空口无凭地冤枉我们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啊！”我冷冷抬眼看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没证据呢？当牛车
车拉着一个人来时，贺强和林岩终于绷不住了。我拉着临阵的李叔，冲贺强扬了扬下巴，也不用我介绍了，你们应该都认识吧？林岩和贺强满脸心虚，拼命低下头，可李叔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来。知道的，贺家的儿子，那个是住他隔壁的姑娘。前几年那姑娘有了身孕，他们给了我20块钱，托我照顾那姑娘产子来着。当初林岩未婚先孕，林家和贺家本来就关系不好，说出去始终不光彩。为了隐瞒这件事，特意跨了好几个村子，把他送到隔壁镇生孩子。却没想到终究还是让我找着了。贺强咬着牙恨恨地瞪着我，他怎么都想不到我能知道李叔的存在，还要多亏了他的好闺女呢。上辈子贺娜考上大学之后彻底翻脸不认人，硬是打得我不得不答应离婚，然后将我送回村里扔到牛棚等死。为了刺激我，他还特意带着贺强和林岩回到这个老宅，请了当初所有帮忙隐瞒这件事的人吃饭。我饿得两眼发黑的时候，他们当着我的面喝酒聊天，林岩还特意在我旁边吃着红烧肉，跟我炫耀他产子那年他们在小镇有多恩爱，炫耀贺强有多看重他的闺女。我怀我的女儿时，两人天天对着我的肚子骂贱种。我照顾孩子累得发烧时，贺强假借出差为由跟他出去旅游，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都记着。李叔不清楚这来龙去脉，只知道我给了他钱，他就老老实实将一切都交代出来。当初林岩生完孩子，强子哭的哟，说他的闺女凭什么喊别的女人妈，还说想和林岩结婚，但被林岩哄着拒绝了吗？他说什么马上要父女分离了，让我送他去镇上照相。说到这里，我直接狠狠揪掉林岩的挂坠，那也是贺强送的，里面有个精巧的小设计，一打开就是他抱着刚出生的贺娜的合照。林岩僵了一下，还嘴硬道：这不是娜娜，不是娜娜，是我亲戚家的孩子，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喜欢他，抱着合照一张怎么了？我微微一笑，可是这照片里孩子的胎记跟贺娜一模一样啊！大家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向了贺娜的右腿，还真有块一模一样的胎记。人群中一阵惊讶的嘘声，再看林岩的表情都不一样了。这下子林岩彻底说不出话了，贺强却心疼地把他护在身后，他记错了而已，这就是娜娜。林岩本来就喜欢小孩，这么多年他为了守着咱们这个家，一直没结婚，只能在这些孩子身上找点盼头。孩子多了弄错了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就要把围观的人都赶回家。经过时，他更是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冲我做了个口型，回家再给你好看。我冷冷盯着他，如果这还不够的话，我还有证据。我直接在人群里拉出一位大夫，他是镇上的接生大夫。当初贺强带回那个孩子后，火急火燎地催着我结婚。我俩自小就有婚约，我爹娘看他也算是性子老实，就催我赶紧结婚。我就这么突如其来的结了婚。婚后他天天找我亲热，很快我便有了身孕，怀胎10月，就是这位大夫给接的生。贺强给他塞了钱，让他配合着换孩子。就这么，我的然然被换成了贺娜。大夫因此一直对我心里有愧，上辈子在我饿得濒死时，他还来给我喂过饭。这些年也是一直明里暗里的提醒我。直到此刻，大夫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可即便如此，贺强还是死鸭子嘴硬，拉一把林岩的手，硬是不让他承认。这时一旁突然传来惊呼，刚才贺娜从火场里被救出来时，村里的大夫就急匆匆过来给他检查身上。此刻大夫指着他的后背，面容严肃道：不好了，娜娜后背被烧伤了一大块，我看恐怕需要植皮了。一听这话，贺强和林岩立刻没心思再犟嘴，急忙去关心贺娜。大夫郑重对他们道：娜娜烧伤的情况毕竟严重，植皮也不是谁都能植的，皮肤必须来自孩子的母亲，这样植皮排异性会比较低。你们现在决定一下，谁来植这个皮？贺强和林岩对视一眼，陷入了沉默。贺强还不死心，手指颤巍巍指向我。大夫再次提醒我，不管你们大人之间有什么恩怨，可千万不能拿孩子的命当儿戏啊！万一出现排异，轻则就是毁了娜娜的一辈子，重则恐怕直接命都没了。听了这话，林岩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直接推开贺强，哭着道：别听他的，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拿我的皮肤给他植。这下子，刚才还叽叽喳喳讨论我的人彻底闭嘴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林岩和贺强的小声议论。他说的是真的，难怪他平常对贺强和娜娜那么好，原来是亲妈啊！那沈江江也太倒霉了，费心费力的替别人养闺女那么多年，自己女儿天天住在牛棚里，要是我都得心疼死。我心头一酸，是啊，一想到我的冉冉，我是真要心疼死了。她那么小，那么懂事，却在那四面透风的牛棚里住了7年。她挨饿受冻的时候，我说不定还在哄着贺娜一勺勺吃饭呢。越想越气，我越过人群，走到林岩和贺强面前，狠狠给了他们一耳光，随后才道：别急着植皮了，先把换孩子的事情解释清楚再说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植皮的事情是我请大夫帮忙骗你们的，你们家娜娜一点事都没有。盯着林岩瞬间瞪大的眼睛，我学着他的样子温和笑道：没文化是这样的，连这些医学知识都不知道，没事还是多看看书吧。你，林岩气得目眦欲裂，下意识扬手就想打我，可玄联社主任重重咳嗽一声，他瞬间气焰全无，低头成了默不作声的鹌鹑。换孩子的事情被彻查，经过再三查证，最终证明然是我亲生的女儿，而贺娜是林岩的孩子。这下子贺强和林岩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。玄联社主任回去就撸掉了他供销社的职位，并将职位换给了我，还将贺强革职处理，让他以后都不得担任公务岗位。除此之外，在组织的申请下，贺强和林岩被判归还我几百元，算作我这些年的补偿和冉冉的抚养费。我和贺强顺利离了婚，房子是他家的，我和冉冉的东西本就很少，箱子一拎便轻松
走了。当初为了抚养赫娜，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早就卖了，但好在组织帮我申请了员工宿舍，我和然然总算有了容身之地。而我在见到贺强他们是在供销社门口。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收入，大概是抱着补偿自己的心思，我每天把自己和然然打扮得清清爽爽的。以前没钱买的裙子，我一口气买了5件，每天换着穿。我还送然然去上学了，她穿着干净整洁的衣裳，最近吃的还行，脸上长了些肉，白净了些，也是个帅气的小姑娘了。贺家3口却过得不太好，林妍憔悴了许多，再没有之前那股打扮的精致劲儿了。听说她和贺强未婚生子又换孩子的事已经传遍了10里8乡。之前有些人不满她装温和为自己揽好处的作风，这次逮着机会便使劲踩她。现在林妍可谓是人人喊打，贺强也是差不多的境地。他以前候选镇长的时候简直是风光无限，人人见了都要来捧2句。也正是因此，他有些得意忘形，无形中得罪了一些人。被革职之后的当晚，就有人蒙着麻袋把他打了一顿，他一条腿被他一条腿被打骨折了，但没钱治，只能自己硬生生熬过来。现在看着还一瘸一瘸的。至于赫娜，起先他还高兴终于能和亲妈团聚，可猛然从富贵日子过上了苦日子，他怎么都没法适应。以前常吃的进口糖吃不了了，连学费都没钱交了。赫娜不懂我们大人的曲折弯绕，只觉得以前跟着我时日子过得好好的，现在怎么跟着林妍之后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他心中不满他亲爸妈，开始对他们拳打脚踢。以前骂我的话全都被用来骂林妍和贺强。据说林妍天天以泪洗面。此刻他们经过供销社门口，林妍的眼神还不断往里瞅，似乎在怀念从前的日子。但和我对上眼神，他急忙收回目光，挺直腰板，想彰显自己过得还不错。可这时赫娜却甩开他的手，张开双臂扑过来抱住我。妈，你不要娜娜了吗？娜娜还是喜欢你，我不要那个不要脸的贱女人做我妈了。听了这话，林妍如遭雷劈。然然看见这场面，直接冲过来狠狠推开赫娜，这是我妈，你给我滚开。原本寄人篱下久了，她的性格变得懦弱又爱讨好别人，我花了很大功夫想让她变得自信起来。此时看来收效不错，我满意的扬起嘴角，轻轻推开赫娜，牵起女儿的手，关门下班。我买了块肉，等着回家给然然煮肉汤喝。盯着我们母女走远的背影，赫娜满心不甘地回到林妍和贺强身边。妈，爸，我也想吃肉。可林妍却不像之前那样心疼地哄着她，而是直接甩开她的手，冷声道：你不是想让她当你妈吗？那你找她去吧，我不要你了。说罢，她抬脚就走。赫娜这下是真的傻了眼，回头想去找爸爸，可贺强刚才见状也悄悄地后退。他自己日子已经过得很艰难了，没法再负担这么个吞金兽。贺强也丢下赫娜跑了。后来我才听见他们的消息，只知道林妍去了外地，不知道去哪了，反正再也没回来过。赫娜被父母抛弃之后，坐在路边嚎啕大哭，哭声引来了人。她被送到组织部，组织部又将人给贺强送了回去，正想狠狠把他批评一顿，结果却在房门口看见了想不开的人影。最终赫娜只能被送去孤儿院。然然上初中时，学校组织慰问活动，让孩子们去孤儿院作诗朗诵表演。老师觉得然然嗓音条件好，便让她站在最中间，有一大段独白。我笑着举起借来的相机帮她拍照，余光瞥见角落里有个瘦小的孩子直直地盯着我，我隐约听见他喊我妈妈，我却只当听不见。然然，看妈妈这里。照片定格在女儿的笑脸上，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